那次失败的投喂事件后，陆景飞和沈燕之间的关系降到了比冰点还低的温度。沈燕不再回复他的任何邮件，只是沉默的、高效的完成他那部分的工作，然后将设计稿像扔垃圾一样直接通过项目公共邮箱发过来。陆景飞甚至有种感觉，沈燕在校园里看到他时会刻意绕道而行。这种被彻底无视的感觉让陆景飞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他引以为傲的家世、外貌、才华，在沈燕那堵由自尊和沉默铸成的高墙面前都变得一文不值。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自己那种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的帮助对沈燕而言可能比直接的鄙夷更具侮辱性。他想道歉，但对不起这3个字对他来说依旧重如千钧。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他再次想起了那个地方，迷迭香画廊，那是他第一次亲眼证实沈燕堕落的地方，也是他后来才明白的沈燕为妹妹筹集救命钱的希望所在。他想，或许他可以从那里找到突破口。这一次他不再是躲在暗处偷窥，而是以一个意向客户的身份，在下午茶时间光明正大地走进了画廊。画廊里很安静，墙上挂着几幅风格前卫的当代艺术作品，空气中弥漫着咖啡和香薰的混合气息。那位穿着精致的、被陆景飞在心里定义过无数次的富婆老板周曼正坐在吧台后，优雅地品着咖啡。看到陆景飞进来，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艳，随即露出了商人特有的热情而专业的笑容。这位先生，下午好，随便看看，有喜欢的作品可以叫我。陆景飞没有去看那些画，他的目光直接落在了周曼身上。他拉开吧台前的一张高脚凳坐下，开门见山，我不是来看画的，我是来找你谈谈沈燕。周曼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滞，他放下咖啡杯，重新审视着眼前这个气场强大的年轻人。他的穿着、气质都非富即贵，但眼神里却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锐利和压迫感。沈燕，他挑了挑眉，我不确定，我明白你的意思。他是我们画廊合作的青年艺术家之一，非常有才华。先生是他的朋友，算是。陆景飞不想过多解释自己的身份，他直奔主题，语气冷硬。我想知道你们画廊和他之间是怎样一种合作方式。周曼的眼神里掠过一丝警惕，这是我们和艺术家之间的商业机密，恐怕不方便透露。商业机密？陆景飞冷笑一声，身体微微前倾，强大的压迫感瞬间笼罩了过去。据我所知，你们所谓的合作是利用他急需用钱的困境，用预支薪水的方式将他未来的作品长期低价地捆绑在你们画廊，对吗？他几乎是在复述自己曾经对沈燕的揣测，但此刻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却充满了质问和维护的意味。用这种方式压榨一个才华横溢但身处困境的学生。周老板，你的生意经念得可真不错。他的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刀子。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充满敌意的指控，周曼先是愣住了，随即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竟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笑得花枝乱颤，眼角都沁出了泪花。陆景飞皱起了眉，他预想过对方会狡辩，会愤怒，却唯独没有想到会是这种反应。年轻人，周曼终于止住了笑，他擦了擦眼角，看着陆景飞，眼神里充满了哭笑不得的无奈。你是不是对我和小燕之间有什么天大的误会？误会？没错，天大的误会。周曼叹了口气，给他倒了一杯水，语气变得认真起来。你只看到了我给他钱，却不知道那些钱是怎么来的，对不对？他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小燕是个天才，这一点我从看到她第一幅画的时候就知道，但她也是我见过最倔、自尊心最强的孩子。她妹妹的病需要一大笔钱，但她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施舍和捐助，她只肯卖画。她画得很好，但她的作品风格偏向写实和情感表达，在现在这个追求概念和前卫的艺术市场上并不好卖，尤其是对于一个还没毕业、毫无名气的学生来说。周曼看着陆景飞，眼神变得复杂起来。我确实很看好他的未来，也愿意投资他，但我如果直接高价买他的画，他不会要，所以我只能用预支的名义先给他一笔钱，让他安心给他妹妹治病。至于那些画，我一幅都还没卖出去，全都好好的收在我的仓库里。我告诉他，等他将来成名了，这些画升值了，我再从升值的部分里扣除我预支给他的钱，这样他才肯接受。他指了指墙上那些价值不菲的画作。你以为我这画廊是做慈善的吗？我是在商言商，但在小燕这里，我愿意当一次慈善家，因为我觉得
像他这样有才华又干净的孩子，不该被现实的泥潭给淹没了。周曼的每一句话都像一声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陆景飞的脸上。原来所谓的压榨，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丑陋剧情。原来那个他眼中的富婆，非但没有趁火打劫，反而在用一种最体贴、最周全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沈燕那点可怜的自尊。巨大的羞愧和荒谬感瞬间将陆景飞淹没。他发现自己就像一个跳梁小丑，用自己那套冰冷的、充满算计的商业逻辑，去揣度一份如此温暖而纯粹的善意。那天晚上，那个信封，他的声音变得干涩。哦，你说那天啊？周曼恍然大悟，那天是他妹妹的检查报告出来了，情况不太好，急需一笔钱去买一种进口的靶向药。我正好手头有现金，就直接给他了。怎么，你看到了？他促狭地看着陆景飞，眼神里带着了然的笑意。年轻人，你这么关心小燕，连她晚上来我这儿拿钱都知道，你到底是她什么人啊？这个问题像一颗投入湖心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陆景飞的心脏猛地一跳。我是他什么人？是鄙夷过他的审判者，是伤害过他的施舍者，还是一个现在想要拼命弥补却又不知从何下手的笨蛋？他无法回答，他只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第一次露出了近乎狼狈的神色。他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黑色的卡，放在吧台上。今天画廊里所有的消费都算我的。他几乎是落荒而逃地说完这句话，然后头也不回地快步走出了画廊。阳光刺眼，照得他有些晕眩。他靠在自己的车门上，感到一阵无力。他原以为自己已经走进了那片灰色地带，却发现自己看到的依旧只是冰山一角。而沈燕，那个他试图去了解、去剖析的人，他的形象在他的心里变得愈发清晰，也愈发让他心疼。